黄鼠狼在悬崖边立了一块牌子，上面写着：如果你不勇敢地跳下去，怎么知道自己不是一只雄鹰？然后每天在悬崖底下，他都能吃到摔死的鸡。我没有内涵任何人的意思啊，请大家不要强行安排对号入座。赚钱是项技能，不是赌博，不要动不动就上头。运气是赚到钱的前提条件，但仅仅是之一，不可能也不该成为全部。对赚钱这件事的认知和强大的执行力，才是决定你是否能够赚到钱的充分和必要条件。10个关于赚钱的铁律，点赞、收藏，静下心来，认真听完。1. 利润和风险永远是捆绑在一起的，并且是正相关的关系。利润越大，风险越大；反之，风险越小，利润越小。这就是为什么打工永远都发不了财，因为风险被老板承担。所以你在做任何投资之前，一定不要只看能赚多少钱，而是要认真且严肃地评估相应的风险和代价，是否在你能承受的范围之内。赚钱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更好，而不是为了搏命。当你带着要么成人要么成鬼的心态去赚钱的时候，倾家荡产已经是注定的结局。2. 读书和搞钱是2套完全不一样的逻辑。你会发现有些人考试非常厉害，读书的时候是妥妥的学霸，进入社会以后搞钱的能力还不如那些学渣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？他读书读傻了，他确切的说是考试考傻。学校和社会最大的区别就是学校里考试是闭卷的，不允许抄的。社会也是一个巨大的考场，但是这个考场是开卷考试，是随时可以去抄优等生的答案的。所以所有做生意的朋友们请记住，你最好的老师不是那些什么经济财经博主，什么经济学大师大拿，而是那个你行业里比你做得更好的赚钱更多的同行。社会这个环境里不懂就去抄作业不丢人，那开卷考试你考0分很丢人。3. 圈子真的很重要，跟富人混就会越混越富，跟穷人混只会越混越穷。因为富有和贫穷都是个结果，而背后是2个人群不同的思维和习惯。穷人信道义，富人信利益。穷人爱面子，富人爱里子。穷人只信自己看见的，富人会看见自己相信。穷人拿时间换钱，富人拿钱买时间。穷人为钱工作，而富人让钱为自己工作。你只要理解，任何人都不会无缘无故的富有，更不会毫无理由的贫穷。看似追果，其实是向因。4. 听完了上半一条，你要说了，那我也想结交富人，但人家富人不理我。朋友，你要学会并且最好养成一个习惯，那就是热衷于被人利用。人的本性都是自私的，越底层的人越顺应这个人性，表现出来的就是特别爱占别人的便宜，而越上层的人越是反人性的，他们天天研究怎么让别人赚他的便宜。所以你是有机会的，那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让有钱人利用你，当然前提是你得有用。5. 继续延伸这个思维跟你讲一个社会的真相，就是首先你要接受这个世界是有明确的阶层存在的，然后带着对不同阶层利益的诉求和理解去洞察下边这句话：制定规则的人利用规则的人管理遵守规则的人。你是个孩子的时候玩过家家游戏是这样，长大了以后没有任何差别。想跟着大哥喝口汤，你就要先学会洞察大哥制定规则的逻辑和意图，想明白大哥想要什么，然后利用规则服务好大哥。6. 利益交换的本质就是拿你有的换你要的，你能得到的永远只有你配得上的。这个道理很好理解和接受。我想告诉你一个法门，就是如果你现在什么都没有，没有一个好的出身，没有一个好的学历，没有一个好的机会和背景，怎么去跟别人换？诀窍就在一个借字上。所谓的资源整合，本质上就是借力、借势、借资源的过程。很多小人物往上爬的第一步就是从这里开始。
但你要是想会戒会有一个前提条件，就是你需要有敏锐的观察别人需求的能力，然后匹配和组合这些需求。7. 谈生意真的不是从会说开始的，相反，就要训练自己的第一个能力是学会倾听。听什么？听以下4个内容：听动机，听目的，听需求，听顾虑。动机是对方的出发点，目的是对方的终点，连接2个点之间的部分就是生意的机会。需求是对方想要什么，顾虑是对方怕失去什么。听懂这2个点，你就能从欲望和恐惧这2个人性底层的弱点着手，去拿到你想要的结果。8. 卖客单价越高的产品和服务，越要用感性思维。成交的过程效率怎么低怎么来，故意把成交的时间和流程拉长，少谈实用价值，优先卖给对方情绪价值。卖客单价越低的产品和服务正好相反，越要用理性思维，效率怎么高怎么来，成交的时间和流程一定要短平快，越实用越好，即刻效果越明显越好。说到底，要想尽一切办法降低对方的决策成本，他冲动了，你就赚钱了。9. 对于男人而言找到一个好老婆是你能发财最重要的前提条件。俗话说贤妻旺3代，其实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乃至将来，一个家庭的风水都跟家里的女主人有关，甚至可以说妻子才是家庭最好的风水。就一般家庭而言，往往都是男主外女主内家庭内部的管理包括各种人情世故的处理，而在现实生活中精通人情世故是非常重要。言外之意，如果你的妻子情绪非常稳定，家里的内耗就会非常少。同时这个女主人又精通人情世故，那就可以解决家庭内部以及家庭和外部之间关系的大部分问题。对于男人而来说，无疑是最大的支撑之一，甚至可以说，正是有了这个支撑，男人才可以毫无后顾之忧，从而无往不利。10. 你要深刻的理解，财富的积累从来都不是线性增长。一个有1个亿的富豪，一定不是每年赚500万连续赚了20年，而是抓住一波机会挣了3000万，又抓住一波机会挣了7000万，然后他才有了1个亿。那么2波机会之间，这样的人会做什么？苟着，不乱做任何大投资，不做任何瞎折腾。势能来了，顺势而为，借势而起；势能不在，就老老实实蛰伏，冷静地观察趋势，判断行情。总有人问我，东哥，你为什么工作这么拼命？因为我知道我现在干的这个行业好技术大，上升空间很强，然后行业里边没有头部品牌，围绕眼睛的服务业需求会大爆发这是个确定性的趋势。我为啥不玩命？我知道身体健康很重要，但我更希望你明白另一件事，就是不拼命人会死，拼命干不一定会死。但是如果你在该拼命的时候选择了安逸，那你只会生不如死。大数据不会乱推导，你刷到这儿并且看到现在，说明你真的要起势了。留下一句话：顺风顺水顺财神，从今天起越来越顺。